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喵喵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的标题是谈谈5·12毛左派人士被抓捕我的一些看法，关于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我和网友的互动。前几天我上传了一集视频，是赞扬6月19号团共中央在天津组织的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上万个年轻人齐声高唱国际歌，我看的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的看法是，当代的年轻人已经觉醒了，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也很欣慰，因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觉醒的年轻一代去传承，去发扬光大。但是有些网友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这几十年来，团派就是走资派的核心，是党棍、团棍，是利益集团的马仔。包括中美夫妻论就是团派了一位在位的大佬说的。走资派掌控的团中央组织音乐节，唱几首毛主席时代的红歌，并不等于要回归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路线，而走资派要的只是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去继续配合权贵利益集团压榨剥削劳动人民。那些网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要完全回到过去毛主席时代是非常难的。自从邓小平上台之后，执行的走资派路线已经40多年了，整个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人的精神和理想都已经完全变掉了，包括国际形势也变化非常的大，国内的权贵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下子根本无法消灭干净。习近平算是偏左派的，但是他的掣肘也非常多，如果有什么大事情争论非常激烈，需要政治局常委开会投票表决的话，那习近平自己才1票而已啊。所以大家不能要求太高，只能退而求其次。毕竟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比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要好了很多很多了。习近平上台后，铁腕肃贪、扫黑除恶、精准扶贫，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政策，深得人民心党心。党群关系也逐渐改善，但是呢，一口气也吃不成胖子，只能慢慢来。大家仔细想想，毛主席当年的情况是那么的艰难困苦，他遇到的困难比我们现在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不也一样最后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新中国吗？所以说我们毛左派人士不要灰心丧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经过走资派40多年的倒行逆施，无数人民群众终于看清了那些权贵走资派利益集团的丑恶嘴脸，他们都已经觉醒了。这就是为什么6月19号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最后万人齐声高唱国际歌的时候，B 站的视频会有那么多的弹幕的原因。弹幕的内容都是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他回来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让那些资本家在我们面前瑟瑟发抖吧，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现在终于想起来唱这首歌了，还算有救。资本主义超镀金，全靠我们自己，要夺回我们的劳动果实。先锋队回归了，都是年轻人，中国有希望，把资本家挂路灯，等等等等。我也是这么看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贵利益集团，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疯狂残暴地压榨剥削中国的广大工人农民40多年。政府取消了人民的罢工自由、言论自由，底层老百姓有口无处声，被权贵利益集团把控的媒体也不报道，律师也不敢接维权的案子。权贵利益集团把劳动人民逼到了绝境啊！中国人民新的3座大山，房价、教育、医疗和养老，造成了年轻人买不起房、结不起婚、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生不养不起老，根本没有余钱去刺激消费。他们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他们觉得没有任何生路，所以一部分的年轻人选择了躺平装死。但是今天的中国青年用齐声高唱国际歌的歌声发出了最后的怒吼，结合着那满屏的弹幕，就是要让当政者认识到人民的诉求和意志。我们要看到这积极的一面，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团共中央也不是一无是处，对吧？至少这个青年网络音乐节是他们组织举办的，全场都是毛主席时代的红色歌曲。结束的时候，让中国的年轻人可以用齐声高唱国际歌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我今天还要说一下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5·12大抓捕。在5月12日，山东济宁警方联合其他几个省的警方，联合跨省抓捕了30多个国内知名的毛左派人士。
其中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马厚之最为有名。马教授在2009年就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随后在重庆被捕，以颠覆政府罪的罪名被判刑10年。2019年出狱后没多久，在2021年的5月12号又再次被捕。同时，济宁警方还以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名义，陆续抓捕了30多个全国各地知名的毛左派人士，至今也没有释放。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和寒心。这让我想起了去年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候，内蒙古通辽警方抓捕了一位姓满的小青年。这个小青年在网上说，新冠疫情是美帝对中国开展了生物战，而通辽警方则认为他这是在造谣。结果呢，现在我们外交部数次公开质疑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和美国在全球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呼吁对新冠病毒溯源一查到底。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内蒙古那个姓满的小青年没有造谣，他说的一点没错。包括我自己，我就是从疫情开始我就斩钉截铁的说，这就是美国人在放毒。那内蒙古通辽警方凭什么抓人呢？这些年来，那些内外反动派内奸第5纵队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想把毛主席像从天安门广场上摘下的那些小动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今年又大肆抓捕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今年的 G7 峰会，7个帝国主义国家，他们都是当年侵华的8国联军的成员，在美帝国主义的纠集下相互勾结，公开谋划再次侵略中国。美帝国主义拜登政府已经准备了5年内用15亿美元公开招募中国的汉奸买办、恨国党、带路党、卖国贼们，企图在国内扶植内应，扶植第5纵队，正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帝国主义要再次侵略、殖民、肢解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要打破帝国主义再次侵略、殖民和肢解中国的幻想，要重新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个斗争当然是艰苦的、复杂的，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全面动员、团结武装起来。但是令我非常震惊和心寒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居然被我们的警察在半夜里秘密的跨省抓捕。我认为反击帝国主义及其培植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斗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人民依然是一盘散沙，肯定不会成功。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分清敌我，清除内奸，形成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无坚不摧的力量。包括前几天被外媒连续造谣叛逃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公开要求深入开展反奸防谍各项工作，既要抓间谍，又要抓内奸和幕后金主，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说明了高层已经注意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了，并开始有所行动了。但在此全国动员，正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击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内奸、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第5纵队的关键时刻，居然发生了警察秘密抓捕热爱毛泽东思想左派人士的事件，这让人感到非常的寒心和震惊。我在这里要高声质问济宁警方：你们置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于何地？你们置有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于何地？你们置党的群众路线于何地？你们置当前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于何地？你们的所作所为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从客观上打击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士气，你们在客观上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关于抓捕30多位毛左派同志的理由，据济宁警方透露，说是因为他们要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说他们还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危害了国家政治安全，触犯了分裂国家罪。这真是可笑那我要问，贺伟方、蒋方舟、何斌、马立成等196人公开拿日本鬼子的狗粮，拼命抹黑污蔑共产党，支持各种分裂势力，还有环球时报的投机分子胡雕盘、胡锡进，却把这些叛国行为说成是国际交流的通行规则。那些如此明目张胆的叛国行为，明显属于敌我矛盾，你们怎么不去抓？我再请问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里的学者，
拿着西方敌对的反华反共势力的狗粮，美其名曰搞学术研究，写出让帝国主义满意的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论文，你们怎么不去抓？我再请问方方、阎连科、莫言等人拿外国人的奖金攻击中国、污蔑中国，你们怎么不去抓？我再请问，特斯拉用中国的钱在中国生产出的间谍车，你们怎么不去抓？我再请问，国内一大帮的经济学、金融学的所谓专家学者，天天鼓吹引进外资、开放金融、出口创汇、储备美元、搞新自由主义、出卖中国的经济主权、进入主权，你们怎么不去抓？国内的一小撮富豪们搞的秘密帮会，比如什么泰山会、这个会、那个会，直接威胁了人民政权，你们怎么不去抓？我再请问，国内遍地的地下基督教堂，诸多背景不明的 NGO 弄得乌烟瘴气，搞得人民群众头脑混乱，你们怎么不去抓？国内的买办走狗内奸恨国党们经常说共产党不合法，德国不正，但是那帮人的小日子却过得异常的滋润。最高检、最高法的领导竟然公开说，资本家美其名曰民营企业家犯法，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审就不审，能不判就不判。人民群众拥护热爱毛主席，希望回到毛主席时代的路线上去，希望社会公平公正，你们就立刻抓捕。你们警方到底是在为谁服务呢？最近网上居然有人说6月19号的网络音乐节，那最后万人齐声高唱国际歌是一把双刃剑，国际歌是很恐怖的，不可以当梗玩。打着爱国旗号的网络大 V 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他居然说要搞清楚今天这个时代国际歌意味着什么，需要预防国际歌被泛娱乐化的风险等等等等。网络上的这些阴阳怪气的言论，与济宁警方抓捕毛左派人士的行为可谓是一文一武、一唱一和，配合的是何等的默契啊！包括连云港灌南县的辅警许愿事件，一个小姑娘被众多的无赖官员白睡多年，还要被判13年，罚款800万。现在国内的媒体连提都不敢提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还有那个强奸9岁幼女的王振华，原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审还是维持原判10年。我们广大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觉得判得太轻了。王振华这个畜生至少应该被判10年以上，以儆效尤，否则不足以平民愤。我国的司法腐败令人触目惊心啊！如果不好好的整顿司法系统，就会彻底丧失民心，动摇国家的根本。人民群众对党组织不满意，那是共产党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有些做法也许有过激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但是那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党多做思想工作，可以批评教育。但是随便动用国家机器、警察进行抓捕，那是做群众工作的办法吗？那不是激化党权矛盾吗？那不是更让人民群众和党离心离德吗？你们警方有没有想过，这样随便抓捕对党群关系的伤害有多大呢？对党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伤害有多大？现如今512大抓捕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对共产党的信誉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要知道，你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你们人民警察自己也是人民群众。我要在这里呼吁济宁警方立刻放人，并做好安抚工作。目前中共党内左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相当的大，国内的媒体平台都是权贵资本所控制。现在国内所有的论坛平台，普通人根本无法谈论时政，很多论坛都已经被关闭了，你想说也没地方去说。无奈之下，我这个毛左只能另辟蹊径，在美国人开的平台油管上面去传播毛泽东思想。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啊？怪不得别人说我们言论不自由，对吧？也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包括我的这个频道是去年10月份开的，距今1年都不到。另外，我现在还要引用著名的时事评论人、红色坦克手、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洪良老师讲过的话，对被捕的那30多位毛左派同志说几句，希望他们可以听进去。张洪良老师说，大约1年前，也有位左派人士与我争论反党反修的问题，但是希望我也能够加入到他们的反党队伍中去。他问我，当前的党是不是修正主义？我说，当前的党的确有严重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说，那为什么不反党呢？我说，既然党内有修正主义，
那我们就反对修正主义。为什么要反党呢？我们党在路线上纯粹要纯的情况多，还是不纯的情况多呢？在大革命时期，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先后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有了延安整风，党中央的风气好多了，但也有过左的问题，比如某地方的土改对地主打击太重，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不利于团结群众。解放后有没有左和右的错误思潮和倾向呢？当然有。要不为什么要搞三反五反、省干、社救、文革呢？这些错误的思潮有时候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有时候虽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也有相当的坏影响，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毛主席在这种错误倾向或者说错误路线面前，那从来都是坚决斗争。但是他什么时候因此反对过党呢？即使受到了极大的委屈，毛主席反对过党吗？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当时完全有能力重建一个新的共产党，他有人有枪有威望，甚至完全可以把党中央派到苏区的代表打倒，取而代之。毛主席这么做了吗？从来没有过。苏联党、南斯拉夫党、捷克斯洛伐克党变修，我们就反苏修、反南修、反西修。什么时候反过苏联党、南斯拉夫党、捷克党呢？从来没有反过。如果你反党，你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党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修正主义路线占据了相当的主导地位，对外执行了投降主义买办路线，对内置社会主义事业于不顾，置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于不顾，居然发生抛弃公有制企业，逼迫工人阶级大规模下岗，让厂长经理甚至让外国资本家接管公有制企业的事情。可以说修正主义的罪恶罄竹难书。但是同志们，我们是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但是绝不能把修正主义与我们党混为一谈，不能把修正主义的罪恶归咎于我们的党。如果因为党内有修正主义就反对党、分裂党，我想这是毛泽东思想所不能允许的。你们这么做就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帝国主义非常希望我们党分裂瓦解，最好中国发生激烈的内斗大乱，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继续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所以说中国不能乱，如果中国乱了，很有可能就会再度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到时候中国就会连乌克兰都不如。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老百姓。1991年苏联高层自己解散了苏共，苏联解体并投降了西方阵营之后，老百姓一夜之间囊空如洗，国家几十年的积累被洗劫一空。女青年毕业后就是拉着行李箱去西方卖淫，男青年则比今天香港青年更加的没有出路和绝望。如果不是出了个普京，又赶上了之后20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恐怕至今俄罗斯仍然是人间地狱。俄罗斯在海外流亡半个世纪的著名反共反苏的作家苏尔任尼琴，在90年代回到祖国之后他看到的不是理想之中的民主自由和繁荣的国家，而是满目疮痍，满眼都是悲惨的景象。80多岁的老人忍不住放声大哭，他后悔莫及，帮助了西方，摧毁了自己的祖国。之后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奋不顾身的就投入到了反美斗争之中，他被俄罗斯人民称为俄罗斯的良心。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老百姓苦不堪言的教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我们在全党上下正在从思想、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已经堕落成为其走狗的官僚资本势力做着殊死的搏斗。党是关心人民群众的，如果说其他事情不足以证明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那么在党领导下的这一场全民抗新冠斗争，应该让我们人民群众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不要抱怨党，不要埋怨党，不要觉得党没有保护我们。党之所以没有能够保护每一个党员、每一个人民群众，那是因为党正处在最艰难的斗争环境之中，党面临的困难极大，不是我们需要党的保护，而是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民群众的保护。越是在党困难的时期，我们越要团结，越要相信党，与党一起克服艰难困苦，
战胜一切敌人。左是错误的，右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都会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或者导致失败。当前的错误是偏袒右而重点打击左，这是不正确的。请济宁警方还有普通人民群众都真正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上来。我的看法和张宏仁老师完全一致。在此，我想给你们左派年轻人一个建议：目前只能进行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者去参选人大代表。你们年轻人不能另立山头反党，要懂得保护自己。今后就要看你们毛左派年轻人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中国人民衷心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共产党，拥护习大大上台之后铁腕肃贪、扫黑除恶、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我们人民群众反对打着红旗反红旗、压榨剥削人民群众的假共产党。我们期待明年的20大后习大大可以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一个期待已久的惊喜，来实现他的承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并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集讲完了，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希望老铁们在下面踊跃留言，大家一起探讨交流。谢谢大家。